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习近平为何把台湾问题定义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这暴露了他的哪个软肋？美联储新主席上任之际，为何美国债市出现大屠杀？在聚光灯的狂轰滥炸、红地毯的极尽奢华，以及一众美国科技巨头首席执行官的簇拥下，美中两国领导人于2026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完成了这场备受瞩目的高级会晤。从表面上看，人民大会堂与中南海的迎送仪式热闹非凡，两国元首在中南海庭院中并肩散步，共赏古树，展现出一副仿佛两国都想建立战略稳定的宏大趋势。而且在川普的嘴里，在中共官方通稿里使用的也都是一些历史性的措辞，什么历史性的成功，什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什么为未来提供战略指引，听上去仿佛中美关系真的进入了某种新阶段。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当喧嚣退去，拨开外交辞令这层华丽外衣后，暴露在世人眼前的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僵局峰会。只要把会后双方公开释放的信息放在一起对照一下，你就会发现这次会晤真正的底色不是突破，而是僵局。先看中美关系的定位，中共的通稿里很强调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说要给未来3年甚至更长时间提供战略指引。中共采用这样宏大的叙事，完全在意料之中。我在此前节目中就分析过，习近平需要这次和川普的会晤来缓解他在中共党内的危机感，因此是习近平更需要这样一个峰会成功、关系稳定的故事。可是美方声明里根本没有接这套话术，川普更多的还是用一种宽泛外交式的语言在讲述两个大国怎么相处，却没有明确接受中共想要的那套新关系的定义。这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希望把这次峰会描述成他成功的把中美竞争锁进了一个框架里，而川普却并不想把自己的手脚捆住。经贸问题也是类似，中共这边强调的是大的叙事，说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还特别提到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个说法的重点就是要告诉外界，中共没有吃亏，谈得很平等。可川普这边明显更现实也更具体，他强调的是中共增加对美农产品采购，这是美国农民、美国出口、美国选民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美方还说，习近平表示有意加大力度购买美国石油，以降低未来中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你看，美方写得非常具体，买什么、为什么买，背后连地缘安全的考量都带出来了。所以说，双方在经贸层面确实有一些技术性呼应，但这种呼应更像是一种技术性停火，而不是战略性的和解。在伊朗战争问题上，这种差异就更明显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中共会后声明完全没提，可美方却专门写了一段，说双方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保证全球能源自由流动。还说习近平明确表示，中方反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以及任何收取通行费的做法。再看伊朗本身，中共这边写得很轻很笼统，只说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可美方说得非常直白，说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同样一个议题，中共写成交换意见，美方写成形成一致，一个是模糊处理，一个是强调共识。到底现场谈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先不说死，但至少从公开的文本上看，美方显然更愿意把中共往自己的安全议题框架里拉。除此之外，中共还提到两国元首就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美方对这一块没提，相反，美方提了一个中共没写进去的内容，就是芬太尼问题。
川普向习近平强调，要在阻断芬太尼流入美国的现有成果上再接再厉。所以这场北京会晤后，双方对不同问题的各自表述，已经把现实展现得相当清楚了。中美双方除了在一些经贸话题上还能暂时找到一点交集，在更核心的政治安全和地缘战略问题上，仍然是各说各的，各守各的底线。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开场就把这一次峰会定性为这是一场包装得很隆重的僵局峰会。场面可以做大，语言可以做满，但真正决定未来走势的那些硬问题，一个都没有因为这次峰会而得到解决。而真正戳穿这场中美关系正在重新稳定幻象的，是峰会刚一结束，美中双方马上做的2个后续动作。5月15日下午，川普结束北京行程，刚刚登上空军1号，在飞回美国途中，就立刻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了电话。这通电话时间不算特别长，大约10几分钟，但他释放出的政治信号却非常清楚。根据日方和相关媒体披露，川普不仅向高市早苗通报了这次北京会晤的情况，而且再次强调美日同盟关系坚若磐石。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发生的时间点太关键。日本方面此前对这次川习会高度紧张，担心川普会在北京和习近平谈出什么让日本措手不及的安排，尤其是在台湾和东海相关议题上。日本政府显然不愿意看到美国绕过东京，直接和北京做出什么私下的协调，所以川普一离开北京，就在飞机上第一时间和高市早苗通话。这其实就是在用一个非常直接的动作告诉东京，也告诉全世界，美日同盟仍然是美国在东亚最核心的安全基石，不会因为北京这场高规格接待，不会因为中美之间在口头上出现的一些缓和措辞而发生根本变化。川普这通电话本身就是对这场峰会最现实的注脚。会可以开，面子可以给，生意也可以做，但是美国在东亚真正压舱的基石仍然是美日关系。而中共这边的后续动作同样直白。就在川普离开北京后的第2天，也就是5月16日，中共外交部正式宣布，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川普前脚刚走，普京后脚就来，而且几乎是无缝衔接。这样的节奏安排本身就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战略姿态，它同样在传递一个重要信息：中共可以和美国谈，可以在经贸上争取某种喘息，但从整个地缘政治的底盘来看，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中共对冲美国、支撑自己全球布局的重要基点。所以我们把峰会本身和峰会后的这一系列动作连在一起看，结论就非常清楚。这次峰会绝对没有带来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中美关系战略重组，双方在接触，双方在试探，但各自的战略基石一个都没动。北京这场峰会虽然画面很满，但它更像是一场高规格的分歧管理，而不是一场改变大局走向的战略和解。真正决定中美未来关系的那些硬结构，那些同盟链条，仍然稳稳摆在原来的位置。峰会之后，中文网络上讨论最多的，毫无疑问就是台湾问题。很多人盯着川普在北京期间和会后到底说了什么，甚至有人反复咬文嚼字，试图从他某一个词的变化里推导出川普是不是想改变对台政策。比如，美国过去讲的是不支持台湾独立，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反对台湾独立？这类讨论看上去很热闹，但说实话，很多时候反而把真正重要的问题给带偏了。先看事实，中共这次会谈里对台湾问题的强调程度非常高，直接把它定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习近平当面明确警告川普，台湾独立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说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处理不好，中美两国关系就可能发生
碰撞，甚至是冲突。这个话中方说得很重，这个表述的力度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原则重申，而是非常明确的把台湾议题摆在了整个中美关系的中心位置上。但在美方的正式通稿里，却没有把台湾放在同样位置上去展开。后来川普在会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承认，双方确实谈了台湾，但当习近平问到美国是否会在军事上协防台湾时，川普说他拒绝做出明确承诺，也就是川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原则并没有出现本质变化。中共和习近平高调施压，美国和川普依然坚持美国的战略模糊原则，一个想把话说重，一个故意把话说活，这本身就说明双方在台湾最核心的议题上都没有出现任何的改变。当然，川普紧接着又说了一些很符合他大嘴风格的话。他说，中共是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台湾距大陆只有59英里，可距离美国却有9500英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怎么处理台湾问题，本来就是件很困难的事等等。很多人对川普这个说法非常恼火，认为川普这么说几乎就是在向中共出卖台湾。可任何认真研究过川普人心里都应该清楚，这个说法恐怕就是川普内心最真实的盘算。川普其实从来都不希望美国被直接卷入台海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川普这个观点不是这次北京峰会后才突然冒出来的，只是很多人平时不愿意面对川普的这个想法，非要等到川普把话说得足够直白才觉得受了刺激。但是川普政府随后也特意出来做了一个澄清，强调美国政府对台的官方政策没有变化，仍然反对任何一方用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川普政府这样的重申表述，显然是川普本人同意后才发出的。因此，无论川普在某个时刻如何描述他个人的想法，我们真正应该抓住的重点就只有一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实质立场并没有发生改变。川普在近期采访中也的确提到了一个具体的问题，那就是他对美国对台湾军售的想法。对于目前价值高达140亿美元的美国对台军售项目，川普表示他并没有立刻拍板同意，他明确表示这是他手里的一个重要筹码，因此有必要先把这个筹码留在手里。川普还表示未来准备和赖清德直接通话，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川普这个表态让很多人紧张甚至愤怒，但从川普一贯的做事方式来看，这其实并不奇怪。川普本来就是一个把所有东西都想拿来做交易筹码的商人，关税可以交易，能源可以交易，军售当然也可以交易。对他来说，台湾军售不是什么神圣不可触碰的原则承诺，而是一个可以拿来换条件争取中共让步的筹码。这个决定不过是川普一贯的商人逻辑在台湾问题上的延伸而已。目前川普希望中共在多个层面给美国提供某种配合，或者至少不给美国制造更大的麻烦。最突出的就是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如果美国能够利用对台军售这个筹码，让中共在给伊朗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有所顾忌，对川普来说，那就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因此他把这批对台军售留作一个悬念，是非常典型的川普式操作。至于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顺嘴说什么台湾窃取了美国芯片工业，那基本就是一个闲聊天式的信口开河。虽然半导体技术和产业是在美国发明和创立的，但今天半导体产业链的形成是几十年全球自然分工演变的结果，是台湾相关企业家数十年前正确的产业抉择的结果，也是台湾半导体产业技术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聪明和勤劳所结出的成果。川普这个大嘴说法更多的还是说给美国选民听的，是服务于他那套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叙事的。这里边有噪音，有情绪，
但它并不应该成为峰会后最值得全面关注的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核心问题。所以，围绕台湾问题，理性的结论其实很简单。第一，川普在字面表态上可以模糊，可以制造悬念，但美国政府对台湾的实质官方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第二，川普本人不愿卷入台海战争，这一点也从来没有变过。但与此同时，川普也非常清楚，他的个人判断必须服从美国对台海问题的基本原则框架。不过，在我看来，台湾问题在这场峰会之后最值得分析的，不是川普说了什么漂亮或难听话，而是为什么全世界的舆论焦点会这么迅速、这么整齐地吸引到台湾这个议题上。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大家都中了中共和习近平努力改变叙事的圈套。对中共和习近平来说，台湾问题当然重要，但它未必急迫到成为他们夜不能寐的问题。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统一台湾只是一个非常宏大而抽象的政治口号。真正让无数中国家庭睡不着觉的，反而是那些更现实、更扎心的问题。经济到底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工作为什么越来越难找？孩子大学毕业后到哪里上班？中共把202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到了 4.5% 到 5% 之间，这是近30年来中共设定的最低的经济增长目标。房地产萎靡，造成中共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停摆，地方政府因此被庞大的地方债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共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没有能力像过去那样大规模砸钱刺激经济，再加上整体消费降级和萎缩，从服务业岗位到白领职位都在缩水。中共自己的官方数据显示，排除在校学生之后，3月青年失业率已经上升到了 17%， 而2026年夏天还有创纪录的1270万高校毕业生将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这个时间点上，台湾问题对中共来说就具备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功能。台湾问题足够刺激，足够有情绪张力，它是中共手里屈指可数的几张高情绪牌之一，可以把社会注意力从眼前的困局硬生生拉向远方的宏伟叙事。同时，对习近平来说，台湾问题还不只是讲给中国老百姓听的，它也是讲给中共体制内部听的。目前真正让习近平和中共高层神经紧绷的，也不是明天怎么打台湾，而是中共这套权力机器下一步到底怎么运作的问题。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共军中和政治体系的重要会议上，军方高层缺席的比例明显偏高，一些关键岗位的人事安排迟迟不能确定，一些被视为核心链条上的人物不断卷入审查、传闻和失踪的状态。追踪中国军队高层动向的数据库显示，从2022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00名中共高级军官被撤职、调查或失踪，而且这已经不是某个军种、某个系统出了问题，而是整个中共军队高层正在经历一轮持续时间很长、范围极广的权力震荡。就在川普访华前不久，中共2名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都被以受贿罪判处死缓。中共军报随后发文强调，军中绝不能有二心之人。这种说法已经相当清楚地暴露出习近平目前最焦虑的问题，就是中共和军队对他的忠诚问题。因此，台湾问题对习近平来说，就成为他此时整合中共内部权力的关键政治工具。利用它，习近平可以向中共体制内部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统一大业压倒一切，谁在这个时候质疑这条路线，谁对我这个核心领袖不绝对服从，谁就是罪人。台湾问题对习近平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选项，而是一面政治旗帜。它被习近平用来压制异议、重建服从，迫使中共内部各派重新为他排队站位。把前面这些事实收拢起来，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到，这场峰会背后暴露出来的，不是中美关系进入了什么新阶段，而是中共和习近平在内外交困之下，
越来越依赖台湾这个叙事来维持他们在中国国内的战略和政治主动性。北京峰会过后，沉淀了几天，很多事情都变得清楚起来。第一，这次峰会不是一场改变中美关系基本面的峰会，它更像是一场高规格的分歧管理。第二，台湾问题在这场峰会中虽然被放在了最耀眼的位置，但它真正的作用并不只是一个外交议题，它更像是一个同时朝两个方向发力的政治武器。对中国民众，它帮助中共改变叙事，转移焦点；对中共内部，它帮助习近平压制异议，巩固权威，迫使各派力量重新站队。如果我们只是跟着舆论去讨论川普是不是卖台湾，或者明天台海会不会打起来，那就很容易只看到台前的戏，却看不到后台真正出了什么问题。北京这场峰会表面上讲的是中美关系，实际上暴露出来的却是中共和习近平在内外交困之下对台湾叙事越来越深的依赖。如果北京峰会暴露的是中美战略结构并没有变，那么过去一周美国债市的大屠杀暴露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美国自己的金融结构也正在承受越来越重的压力。表面上看，这是两条新闻线，可是你把它们连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现实。大国今天最让人不安的，往往不是一场会晤说了什么，而是各自内部那套越来越吃力的运转机器。5月13日，美国参议院以54-45的票数确认川普提名的凯文·沃什成为下一届美联储主席，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有党派分歧色彩的联储主席人选之一。沃什5月15日正式走马上任，几乎就在他踏入美联储大楼的同一时间，美国长期国债市场爆发了历史性的抛售潮。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5月15日狂飙至过去14个月最高点，30年期超长期国债收益率更是一举突破 5.1% 大关，这是过去18年都非常罕见的高度。有观众会问，我又不买国债，这个国债收益率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太大。长期国债就像美国政府借的一笔很长以后才还的钱，国债收益率上涨，说白了就是市场给美国政府开的利息变高了。利息一涨，美国房贷、企业融资、政府发债成本等等很多东西都跟着会变贵。很多媒体认为是沃什的上任引发了这次债市大屠杀。他们的逻辑是，市场担心新任美联储主席太听川普的话，担心美联储变成川普的政治工具，所以投资人恐慌，开始抛售债券。但市场绝对不会像一些媒体暗示的那么幼稚，真正能左右这些大钱的个人的因素通常不会成为主导，更大的可能性是他们看到了美国这部大机器未来运转上的长期问题，这才是最让人揪心的地方。首先，沃什的上任毫无疑问给市场带来了不确定性。我以前节目里分析过这个人，他的金融理念前后出现过不小的变化。他过去长期批评美联储用大规模买国债的方法压低利率，不断扩张资产负债表。但在川普希望美联储降息后，他提出了另一套应该降息的理论，说人工智能提高了生产率，因此能提供更多更便宜的产品和服务，让物价走向下降，因此未来联储应该降息。这样的理念变动会让市场对美联储未来还会不会持续扮演托底角色心里没底，因此投资人要买长期美国国债，自然会要求更高的利息来补偿这种不确定性，长期国债收益率自然会上去。其次，市场担心的还不只是沃什会不会降息的问题，而是他会不会连衡量通胀的尺子都换掉。美联储原来判断通胀用的是一套市场已经熟悉的统计指标，可沃什暗示他觉得另一套算法更合理，市场心里马上就会发毛。
对资本市场来说，最怕的不是你明天加息还是降息，最怕的是你连判断标准都改了。那谁还敢给未来定价呢？于是投资人就会先保护自己，把长期债券的利息抬高。市场最害怕的从来不是一个人上台，而是突然发现连这套旧规则本身都快撑不住了。当然，这轮美国债市大屠杀的账还不能全算在沃什头上，因为在同一时间，外部还有一股更硬更冷的力量把美国长期收益率往上顶，那就是中东战争带来的冲击。霍尔木兹海峡一出问题，油价、天然气价格、航运成本都会跟着翻脸。油价上涨不只是加油站的油更贵了，它会一层层传导到工厂、运输、化肥、食品、日用品等各个方面，把整个社会的成本往上推，从而增加美国的通胀压力。通胀一抬头，美联储怎么敢轻易降息？短期利率预期一变，长期收益率自然也很难被拉下来。所以真正的因果关系并不是沃什来了，债市怕了，而是沃什的上任让大家开始同时思考两个更大的问题。第一，美联储以后还会不会继续按老办法出牌？第二，中东战火会不会把通胀重新点燃，把美国重新拖回高利率环境？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涨，不是市场在给沃什下马威，而是市场在重新给美国定价。市场敢于重新给美国定价，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现在的债实在是太多了。美国政府这些年的财政赤字持续膨胀，旧债到期以后靠借新债来还。如果市场预计未来物价高、利率高、外部局势乱，那么就算你美国信用还在，投资人愿意借钱给你，但利息也一定会要更高一点。这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尴尬。收益率一上去，美国财政支付利息的压力就会变大，财政压力越大，未来发行的债务就会更多，发债越多，市场就越有理由要求更高的收益率。这样一来，美国经济就会被一步步推向一种恶性循环。很多评论把这次美国债券大屠杀定在人的因素上，美联储主席这个角色当然重要，但人物再重要也压不住债务、战争、通胀和政治分裂这些因素同时往上冒。市场现在不是在单独审问沃什，市场在审问整个美国当前的运作体制。你美国到底还有办法没办法，在战争越来越贵、债务越来越大、通胀阴影又回来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美国借钱永远便宜这个老神话。如果这个神话开始松动，那对美国未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美国国债收益率高，不只是让美国财政借钱更贵，它还会反过来影响美国的全球执行能力。你要维持海外驻军，要打仗，要补贴产业，要搞科技竞争，这些事情最后都绕不开借钱。可一旦借钱越来越贵，很多原来看上去理所当然的事儿，就会变成非常昂贵的选择。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涨，暴露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金融霸权最核心的那块地基，原来一直是大家默认美国金融体系最稳，但现在大家居然开始重新给美国的金融风险算账了。这一步一旦发生，后面的故事就不会只停留在华尔街，它会一路传导到美国财政、全球资本流向、地缘政治博弈，甚至传到中共和美国未来更大的战略较量上。这已经远远不是沃什一个人的问题了，而是美国整个金融运作方式的问题了。沃什这个极具争议的联储人选，只是把美国靠债务扩张维持运转这个问题照亮了。真正让市场不安的不是谁坐上了那个位置，而是大家突然发现，不管换谁坐在那里，眼前这盘账都已经没法像过去那样轻轻松松的算过去了。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两个频道。